YouTuber 影片创作者老高与小魏曾在一部钱是什么影片中提到钱的本质就是信用，而在另一位 YouTuber 影片创作者小林说的影片通货膨胀中，片头一开始就介绍1923年德国在恶性通货膨胀下的社会状态。接下来我们就用一战后德国为例，将老高所说的钱的本质是信用与小林说的通货膨胀合并说明。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到1918年的战败国，虽然面对庞大的战争赔偿债务，但是德国在1920至1921年5月战后这段期间内，德国的货币马克不但停止贬值，物价依然能够维持稳定，而且当时德国经济甚至超越所有的已开发经济国家。不过德国在1921年5月收到伦敦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威玛共和国政府履行战争赔偿计划，赔款金额高达1320亿黄金马克，大约德国 GDP 的 330%。如果德国不接受赔款金额，将在6天内派兵占领德国鲁尔工业区。这项存在终于让德国的短暂荣景一夕崩溃。到了1923年底，德国马克贬值至一文不值，恶性通货膨胀使得物价飙涨 38.7 亿倍，几乎无法用马克纸钞货币来进行任何交易，丧失货币的价值及交易信用功能，只能透过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易，而且粮食愈来愈短缺，失业率快速上升。由于没有一个有效的交易工具，有位德国地方市长，有生以来我从未见过那么多人挨饿，那么多人流离失所。所有人都体认到这场危机将迅速恶化为大规模暴动或革命。于是协约战胜国在1923年11月暂停德国的赔款支付，并就债务重整和德国重启谈判，让德国威玛政府获得必要的喘息空间。紧接着，德国威玛政府采行5项决定性的措施来遏制恶性通货膨胀。一、与协约战胜国重新协商赔款金额，将偿债负担降到约当时德国 GDP 的 1%。二、导入新货币地足马克，又称地产抵押马克。这种货币受黄金计价资产与土地担保，而且其汇率盯住美元。三、德国威玛共和国政府对地足马克的印制数量及可货币化的债务金额设下严格的限制。四、德国威玛共和国政府采取行动来提高政府收入并降低政府支出。五、德国央行向协约战胜国举借外汇贷款，并鼓励在恶性通货膨胀期间逃出本国通货的德国国民将其储蓄汇回国内，以达到累积外币资产准备的目的。当时德国威玛政府依照时间进程来划分，货币替换流程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23年8月开始，最后一个阶段在1924年10月结束。第一阶段1923年8月发行小面额的美元指数债券，希望在找出更好的解决方案以前，利用这项债券来作为临时的通货。第二阶段1923年10月15日，德国威玛政府宣布成立一家国家银行地足银行，发行新通货地足马克。由于地足马克可用来交换固定数量的旧纸钞马克或固定数量的实体资产，因此地足马克拥有坚实的担保基础。这不但让新发行的钞券获得稳固的担保，如同之前的国库券，也让所有已流通的旧纸钞马克获得相同稳固的担保。具体来说，地足马克以1兆的比例定住旧纸钞马克，并以 4.2:1 的比例盯住美元。这项汇率标准等于将地足马克的黄金价值设定在战前和平时期马克的水准。第三阶段1924年10月11日，德国威玛政府导入另一项新的强势通货帝国马克，又称国家马克，民众可用1单位地足马克购买1单位帝国马克。不过新发行的帝国马克可直接用来向德国央行帝国银行交换金条，这个特质和地足马克截然不同。地足马克只接受房贷债券担保。具体来说，1单位帝国马克可兑换的黄金数量和战前的1单位马克一样。到1924年，这场危机大致上已烟消云散。等到1930年，从美国所引发的经济大萧条，德国经济再度受到严重的打击，而且这次的危机不仅严重蹂躏德国经济，更使得德国于1933年由希特勒掌权，发动侵略波兰战争，进而爆发第2次世界大战。谢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